最近因為家裡在翻修老房子，也沒有時間給大家拍視頻。別說催更的兄弟還挺多的，正好趁着今天有時間，我來看一圈小動物，基本上都在。重點要關注一下這幫兔子，就怕他們跑出去了。還好，全部都在嘞。這是我500塊錢買的黄金五彩大公雞，已經開始在打鳴了。你們說到底值不值？然後這只雞狀態不是很好，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麼它自己掉到池塘裡面去了。今天早上裝修的工人發現了它，把它給抓起來了。現在它的狀態已經好多了。早上把它抓起來的時候，躺在地上只剩下呼吸，現在都能站起來了。最近因為沒有更新的原因，要鴨子的人也越來越少了。不過也的確是沒有了。之前的那一只小科爾鴨已經長這麼大了，就這種你們還喜歡嗎？豆芽的孩子只剩下一只了。前幾天有一只掉到豬圈裡面去，被果凍給咬死了。所以說這種惡狗真的是讓人又愛又恨。昨天我們又把這個豬圈這裡加了一圈小欄杆，其實它們每次掉下去都是走路的時候擠來擠去然後掉下去的。加一圈小欄杆又能拦水，而且它們基本上掉下去的概率会很低。早上我來找兔子的時候，发现豬圈裡面不知道它們什麼時候悄悄地生了一大窩小兔子，而且多數都是白色的。這裡還有一隻，其中有2隻還挺好看的，抓出來給大家看一下。這一隻長得挺有個性的，它的脾氣好大呀。小兔子的叫聲就是這樣的。這一隻也好看，不過這種顏色的出了好多次，晚一點問一下隔壁的要不要養，送給他。最近我還手養了幾隻小鴿子，它們之前做窩的環境老鼠太多了，到處都是洞，然後這一次全部都拆了，重新給它們建，這樣的話以後就不會有老鼠。環境變了，老鴿子全部都棄窩，只能我來養。2隻小鴿子，1隻魔術鴿，還有1隻斑鳩和魔術鴿配對的小家伙，還有1隻小麻雀，前幾天接回來的，拍過視頻。還好這幾個家伙都有素囊，一天餵個3、4次就可以了，特別簡單又省事兒。還好這幫鴿子多數都是母的和母的配對，不然的話最近我要養多少小鴿子啊。過一段時間有空的話，準備安排他們2個繁殖了。大家不都說讓我給狗皮膏药找個對象嗎？這不已經找回來了，坐等他們繁殖。好多人都說黄花的玄鳳鸚鵡是比較蠢的，我告訴你們，這玩意兒比那個玄鳳鸚鵡還要蠢100倍。它在這個地方站了1個多小時了，我拿腳踢它，它都沒反應。這是別人送我的白色的魔術鴿，我是不想要的，覺得這玩意兒實在是太蠢了。之前我就養過一次，最後因為去池塘裡面洗澡淹死了。這是第1隻在池塘裡面淹死的鳥，所以說特別蠢。這一隻也差不多，特別笨，它對任何動物都沒有一點點警惕性。我們家養那麼多小動物，近距離都特別怕狗子，看這家伙是一點都不怕呀。把它丟到狗子背上，它都不知道飛一下的，實際上它的飛行能力還是挺棒的，就是不願意動。來，狗子帶它走2步，看一下，它都不願意動一下。哎呀，所以說把它放在外面我都不放心了。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遇到貓它也不怕，見到一點反應都沒有。不過這只貓目前比較小，沒有什麼殺傷力，風險係數很低。也就這2天天氣比較好，把它給放出來了，讓它在外面溜達一圈，熟悉一下環境。跟着我另外幾隻魔術鴿，現在還好，飛出去也知道回来，就是這個智商實在是太低了，一點警惕性都沒有。站這裡和其他的幾個兄弟好好學習一下警惕性。別看我這灰色的魔術鴿是從小養的，看起來傻傻的，實際上警惕性特別高。我一伸手馬上就跑了，被果凍咬死的那一隻純屬是意外。就這個警惕性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。就這玩意兒不管是在哪裡，只要是你一伸手馬上就可以把它抓到。別看它這麼傻，吃東西挺積極的，這個素囊任何时候都是鼓鼓的，
所以说挺胖的。我刚才不是给它放到这个位置吗？另外一只魔术鸽已经飞走了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等了这差不多有大半个小时了，我出来它还站在这個位置，和烏龜一樣，都不願意動一下。所以說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要不是想着家裡還有幾隻魔術鴿能帶一下它，我都不願意接手這玩意兒。重點是別人還送了一對，看還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有點笨。因為我比較喜歡散養鳥，所以說也挺擔心的。晚上天快黑的時候，它和其他的魔術鴿上樹了，它們每天都在樹上睡覺。這一隻剛剛都差點睡着了。看一下，樹上還有好幾隻魔術鴿，每天都在這裡睡覺。你小子小心點啊，明天就把你關起來了，不然的話我都懷疑貓給你抓走了，你都不知道反抗一下，太傻了。前兩天我聽說別人在山上撿了很多的野生菌子，於是我今天也過來了，結果啥都沒撿到。這玩意兒倒是挺多的，但是又不能吃，看來今天的野菜是沒有着落了。我出來的時候還拐了2隻鴨子和我一起，別說還不錯嘞，都沒跟丟，一路跟着我。這一會兒估計是跑不動了。這一隻母鴨子這幾天也不知道發什麼神經，一天到晚都在叫，特別吵，所以就把它給帶出來了。為了穩定母鴨子的情緒，我把3號給帶出來的，只要有公鴨子跟着，它就不會丟。而且它們還沒有開始下蛋啊，所以說啊，要鴨蛋的不要急，休息一會兒啊。你們怎麼提前跑了？這幾個家伙可能想提前回家了，都不等我的是吧？看這個狀態，應該是想回家洗澡了。休息2分鐘啊，馬上回家給你們用大澡盆，讓你們好好洗一下。鴨子休息的時候，我待這裡也挺無聊的，所以說刷一會兒抖音。哎呀，就刷了幾分鐘就沒網絡了，可能是因為月底手機欠費的，是時候該充話費了。剛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剛領了3元的話費券，充值快秒到賬，點商城進充值中心或點評論區就能隨機領1到4元的話費券。現在有官方補貼，每月限領1次，月底該充話費的領券充更省錢，抓緊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回家的時候他們跑得可快了，都不帶等我的。真的要是跑起來，你們跑得過我嗎？我就隨便跑了幾步，他們就拼命的追我，腿比較短，看我走的山路特別窄。走了走了，先把他們給帶回去。終於要下山了，回來之後天都要塌了。據說我把3號給帶走了，剩下的幾隻母鴨子叫了幾個小時，你們聽一下，這個叫聲太恐怖了。放一點水給3號洗個澡，然後我去把那一隻叫聲最大的鴨子帶過來。就這一隻小母鴨叫的是最猛的，你抓緊時間趕緊下蛋啊！你這個叫聲我有點招架不住啊。放在一起讓他們洗個澡，等一會兒就把他們關起來了，免得沒有公鴨他們一直叫。然後最近因為種菜的原因，所以說放的也比較少，過一段時間菜都長好了，到時候把他們集體放出來。對的，都還沒下蛋，所以說不要問，以後有了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。洗完澡把他們關到一起，瞬間安靜了，給他們搞點飼料，最後再過來摘2個柿子餵小鳥吃。這樹上的柿子都快沒了，摘2個吧。兄弟們，誰家有漂亮的公鴿子，給我整一個，招架不住了。我家的鴿子孵化出來的小鴿子青色，全是紅色的，沒有一個其他顏色的。上一窩的2隻都這麼大了，清一色的紅色。要不是都送人了，現在我家有幾十隻同款鴿子，所以我決定把這一隻公鴿子給換掉。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說這一對鴿子在老鼠堆裡面繁殖嗎？都這麼久了，我懷疑這蛋是廢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。因為長得都差不多，我現在都有點分不清了，這是哪一隻啊？搖手，哎，那就是比較親人的母鴿子，這一隻我要留下。現在把這2顆蛋帶回去做個產檢，看一下啥情況了。這環境我招架不住啊，周邊全是老鼠屎。不過因為是散養的，他們自己選的環境，我也沒有干預，沒辦法。大兄弟，趕緊讓開哦！我一拿蛋它就咬我。
我只是幫你們做個產檢，沒事沒事啊。你出去玩一會兒。看這個環境，真的是危機四伏啊！周邊我還下了有老鼠夾，不過開關都關了。它們自己叼草在這裡做的窩，剛把蛋拿出來，它就過來了。應該孵化了有10多天了。用手電筒照一下裡面什麼情況。看來的確是沒有受精，我就知道是廢蛋，因為拿在手裡重量都不一樣。一般正常情況下，孵化到第3天、第4天，裡面血絲都特別明顯了。廢了！早知道下完蛋之後，我就給它洗一洗，煮着吃了，那不香嗎？這又浪費2個鴿子蛋，放在這裡，等母鴿子過來看最後一眼，就把它們給丟了。母鴿子已經過來了，它好像還認識它的蛋呢。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，你這是假孕啊！看看吧，馬上就丟了。然後誰家有多餘的漂亮的公鴿子啊？給我整一個。我這不能每一次繁殖出來都是一樣的，這個基因強大到讓我頭痛，每一窩都是一模一樣的。現在把這2顆蛋丟了吧，最近要抓緊時間給這只母鴿子找一個其他品種的。今年的這2只小八哥臉皮是真的厚，你不管弄個啥，它都要過來看一下，膽子特別大。看，我把蛋給丟了，它們終於不進窩了。等着啊，我抓緊時間給你再找個對象。別急，你們幾個是真的沒救了，一天吃的喝的都不愁，天天怎麼就喜歡对我这幾顆多肉？這都咬成什麼樣子了？本來我這多肉長得都特別好，之前還有粉絲問我種的這麼好的秘訣是什麼，我都說了1個星期換一次，現在我都懶得買了，不夠他們破壞的。這一天天的，不是八哥就是絲光，要麼就是鴿子，他們排隊在這裡破壞。這個花盆以前是什麼花我都不記得了，都被他們破壞了。現在每天倒的小鸡饲料，就是為了防止他們破壞其他的花，好像也沒啥作用。而且最近這2只小八哥拐了幾只野八哥回來了，天天在這裡一起搞破壞。不過那幾只野八哥膽子特別小，看到人一靠近馬上就飛走了。哎，這八哥你怎麼不跟着他們一起跑嘞？搞點面包虫，把他們帶到山上去，讓他們多見見世面，不能老在家门口搞破壞呀。这個八哥是很容易被我拐走的，因為它特別貪吃。絲光就不一定了啊，這幾只絲光警惕性還是挺高的。看一下吧，能拐走幾只是幾只。哎，怎麼突然飛走了？剛我看了一下，有一只貓把它給嚇到了。你們這幾只絲光，我現在也分不清誰是誰了。到底有幾只啊？這一只在後面搞跟蹤，剛我又看到了一只。走，繼續帶八哥。看，又有一只絲光跟過來了。基本已經確定了，就拐了一只八哥，一只小絲光。走，繼續上山。這都是幹偵探的好苗子啊！稍微在前面等他們一下，馬上就飛過來了。特別這貨，稍微近一點，它翅膀都不用了，就在地上走來走去，特別搞笑。好啦，到山上啦，你們看一下，這多麼好的地方啊！你們自己也不知道飛過來，哎呀，天天就在家門口搞破壞。你說你跟過來，這不是多餘的嗎？面包蟲你又不能吃，最後咋整呢？他們2個在這裡玩得特別開心，狗子就躺在這裡睡覺，太無聊了。我們狗子對2條腿的小動物沒啥興趣，這要是換一個4條腿的過來，它能高興的起飛。再往山上走一走。你又過來幹啥喲？這裡又沒啥好玩的。站前面當個保鏢，讓這2家伙好好在戶外活動一下。本來我還說把他們2個丟到山上，然後我就悄悄回家的。結果剛剛絲光自己飛走了，我預計是已經回家了，就剩這個八哥了。完了，剛說完這個八哥也飛走了，呵呵，這下好了吧？就剩我們2個了。我們倆沒翅膀，只能走回去了。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他們2個，但是貓看到2只，布丁趕走了1只，這裡還有1只，又被布丁給趕走了。看吧，回來之後他們2個已經回來，在禍害多肉了，沒轍，還說把他們帶到山上去丟了。哎，
看來不能一個星期換一次鳥，只能一個星期換一次花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狗子，想吃东西吗？来，过来，给你搞一点你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。中秋节没有吃完的月饼，据说今年的月饼都没人吃了，是真的嗎？我一直覺得月餅還挺好吃的，看這個顏色就挺好吃的。我先來一口。哎呦，這味道還可以啊，味道還不錯。又來了一口，剩下的給狗子吃。狗子不吃，給隔壁的貓吃。隔壁的貓是聞到味兒了，是吧？我一說要給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。來試一下，看狗子有沒有興趣。這麼好吃的，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幹2口了。還是這個貓不挑食啊，給它馬上就吃了。誰說這個月餅不能吃的？看我和貓吃的多香。給你的時候你不吃，人家貓吃的時候你還在旁邊流口水。來，你吃你吃。我就不信了，狗子連月餅都不吃。它好像覺得有毒一樣。算了吧，讓貓吃。那個貓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來他們對這個月餅都沒啥興趣啊。等一會兒給果凍試一下。今天早上太陽挺不錯的，好像升溫呢。看他們倆玩得多開心。今天還沒趕餵吃的嘞，馬上去搞點火腿腸給狗子吃一下。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別喜歡吃那個雞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給它吃1次，不然的話養不起啊。這火腿腸它也不吃，等會兒給隔壁的貓吃吧。貓怎麼也不見了？然後再搞個月餅給果凍試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這個月餅連果凍都不吃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我吃起來味道還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們這一個個的現在生活過好了是吧？連月餅都不吃。算了吧，放這裡讓螞蟻吃，要不是狗子舔過，我就把它給吃的。其實味道真的還可以哦。今天天氣挺不錯的，找一個好的地方試一下前幾天我在山上砍的那一根魚竿，釣魚怎麼樣？也不知道這裡有沒有魚。剛過來就發現這個位置有人下地籠子，扯上來看一下有沒有魚。我還準備在這個地方釣魚嘞，結果有人下籠子，估計不好釣。一條都沒有，還是給它放進去吧。不管了，就在這個地方試一下。我就不信釣不到魚，我從來沒有空軍過。就用我上次在山上砍的竹竿，然後漂的話是泡沫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釣得到。因為出門的時候沒挖到蚯蚓，所以說搞一點釣魚的餌料試一下。直接開整，好像有魚在扯漂，但是不是很明顯，先觀察一下。怎麼沒有動靜呢？扯起來看一下。哎，怎麼上來一條魚呢？也不打聲招呼是吧？這應該是白條吧，有點小。為了釣魚，我還專門買了一個裝魚的，打點水，先把這個小家伙裝進去。也不知道是魚太小了，還是漂太大了，一點反應都沒有。把漂搞小一點，繼續釣。漂還是沒反應，扯上來一看，又掛了一條，我還以為沒有餌料了。這不，又來了一條，都好小啊。漂再改小一點，一點動靜都沒有，毫無釣魚體驗。終於有點動靜了，上來一條，還是這麼小嘞。又來了一條，這魚也太小了吧，都是迷你版的，我懷疑大一點的魚都被別人抓完了。漂沉下去了，沒釣到。又來，哎，沒有啊。哎，這是第一次漂被扯下去，拿了一條魚上來，還是這麼小。哎，不釣了，都是這麼小的，一點釣魚的感覺都沒有，而且也不來一點其他品種的魚。這就是剛剛這一會兒釣的，太小了，主要是這個漂啊，一點反應都沒有。哎，釣着沒意思，都給他們放了。這個魚啊，太小了，全部都是迷你版的，還不如我前幾天抓的大的。
全部回家去吧，不要了。收竿收竿，下一次买一根魚竿过来釣魚，看能不能釣一點別的。哎，你是從哪兒冒出來的？跟個間諜似的躲在後面，不知道他啥時候來的。走了，把他帶回去。他可能等着太无聊了，看這一會兒知道我要回家了，多高興，直接自己提前跑了，肯定在前面等我。回家去，有空了整根魚竿繼續釣。這一下你跑不了了吧？這該死的兔子，一天要越獄800次。剛在別人家菜地偷吃南瓜，被我逮到了。回來之後，我把布丁以前小的時候的鐵鏈找出來了，這一下終於派上用場了。狗鏈拴兔子，你們見過嗎？這家伙天天越獄，在野外待了很長時間，現在野性越來越明顯了，和我也不親了。剛剛我還說用鐵鏈拴着，帶他出去吃吃草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沒想到失去自由的他沉默寡言，動都不願意動一下。看一下你的小夥伴，不聽話被拴起來吧。你要是不聽話，結局也是一樣的。來，過來，狗子，交給你一個任務，你帶着兔子出去溜達一圈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我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人才。看，這樣把它們拴在一起，兔子就跑不掉了吧？而且特別安全，還有一個保鏢。本來我是想讓布丁帶着兔子玩的，結果你們看一下，這反客為主啊！兔子把布丁帶着到處跑，越跑越遠。還好拴着在，如果不拴着，也不知道兔子又跑到誰家的菜地去了。這狗子也是個奇葩，居然被一隻兔子帶着到處跑，兔子去哪裡它就跟到哪裡。這是產生分歧的嗎？我們看一下誰聽誰的。看，最終狗子還是跟着兔子。這不滿足狗子的願望了嗎？他就喜歡和兔子玩，這一下想跑都跑不掉了吧？不過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啊，先把狗子給放了，兔子肯定是不能拴着的。事實證明，兔子散養久了不互動真的不行啊！這家伙現在是越來越野了，而且自從我的菜地被我挖出來種菜以後，它沒地方吃草了，就去別人家的菜地天天偷。每次我去抓它的時候，它都跑得特別快。它知道我要把它關起来，但是放在外面肯定是不行的。來，你們倆現在可以在一起玩一會兒。我猜這狗子看到兔子都有心理陰影了。看，它直接換地方了。長這麼大，被人牽着也就算了，今天被兔子牽着。好嘍，你也可以被關起来的，大概率這個狗子以後不會和你玩了。你小子記住了啊，以後不要什麼動物都過來湊熱鬧，指不定下次是啥動物溜達你了。差點忘了，剛剛裝兔子的這個箱子還放在這裡忘拿了，這狗子還在這裡幫忙守着嘞。謝謝你啊，你真是一條好狗。箱子帶回家放好之後，發現狗子這樣看着我，幹啥呀？你這是咋了？沒小夥伴玩啦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餓了，今天還沒餵嘞。這個好說啊，我去給你搞點吃的。等一會兒啊，兄弟們，我剛還以為我撿了大便宜了，一只十姐妹飛到家裡面偷吃飼料，被我抓到了。結果我把它帶出來一看，我籠子裡面的十姐妹全跑了，這不就是我的嗎？本來我還準備讓他們繁殖收養十姐妹的，結果這一下好了吧，全沒了。正當我準備把這一只關進籠子的時候，它再一次跑掉了。這是準備集體越獄啊！養鳥有的時候就是這樣，經常忘記關籠門，很正常。還好我家養的鳥導航系統強大，基本上都能飛回來。完了完了，這是自殺呀！趕緊給我上去！這不成功上岸了嗎？還好我平時餵的胖胖的，游泳技能挺強大的，一下就飛上來了。先把它抓住再說。關起来，關起来！還指望你把你的2個同伴給忽悠回來了，加油！剛出去找了一圈，一只都沒找到。這天氣太熱了，回家搞點喝的，就喝這個吧，味道特別好。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殺頻道買的 AD 钙奶，酸酸甜甜，小時候的味道。這一打不到9.9塊，真的省了不少。在抖音上還可以淘到好多好東西。現在點商城进入秒殺頻道，或者直接點評論區
超低價入手，官方限量補貼，限時限量，點擊評論區入同款飲料。出來繼續找一下飛走的那2隻十姐妹，除了麻雀啥都沒看到。這電線桿上還有這6隻還是8隻啊，8哥。所以說啊，這養小動物有的時候還真是操心啊。這不，前段時間一個朋友委托我幫忙孵化了10多隻蘆丁雞，後來因為各種原因他也不養了，我養着，結果到現在就剩5隻了。也是因為有一次給他們上食物的時候，然後集體跑了，就抓回来5隻。我有的時候感觉是不是自己岁數大了，总是忘記關笼門。哎，可能養鳥的都有這個毛病吧。這一隻我覺得還挺漂亮的，有人要嗎？有人要的話全部送哦。我是不想養了，我覺得還是養鴿子靠谱，基本上都不用管它们，也不用担心它们會丟掉。這不，這一次2隻小鴿子都已經這麼大了，這個塊頭差距有點大哦。這2隻已經被同城的一個朋友給盯上了，等到自己會吃食物之後就給它送過去。哎，還是鴿子靠譜啊。等一會兒繼續找10姐妹去。你們能夠聽出這是什麼鳥的叫聲嗎？一隻紅嘴藍鵲的幼鳥，叫聲特別明亮，在這個草叢裡面。我剛才在這個山上面就聽到竹林裡面有好幾隻紅嘴藍鵲的幼鳥在叫，然後下來之後發現草叢裡面也有叫聲，肯定是學飛的紅嘴藍鵲，然後掉下來了。找一下，就在這個位置。剛才叫聲就是從這裡面發出來的。哎，在這裡看到了，的確是學飛的。哎，挺怕人的。我們給它撿起來放到樹上去，不然在這個位置不是被蛇給吃掉了，就是被貓給吃掉了。在這裡，它膽子好小哦。一般這種在戶外我們聽到它一直在叫，基本上就是一種情況，它們的父母長期沒有餵它們，特別餓，不然的話它們都是很安靜的。它好怕我啊，抓也抓不到它。現在看得清楚了吧？這上面是一片竹林，每年都有紅嘴藍鵲在這裡築巢，所以說掉到這個位置也屬於很正常的現象。哎呦，沒抓到嘞，它還直接飛走了，這也太怕人了吧，野性十足啊！要不是擔心它被貓給吃掉，我真的不想管它。我從玉米地一路追它，稍微靠近一下它就跑了，飛又飛不起來，又跑到別人家菜地來了，看起來就不太聰明的樣子。我已經聽到他們父母的叫聲了。這一次我們稍微慢一點，看我一下把它給抓住，然後放到樹上去。中！哎呀，終於把它給抓到了。這倔強的小脾氣，可急死我了。看它這個長相，明顯就是不太聰明的樣子，像個青蛙一樣。你說你飛不起來，還喜歡到處亂跑，怎麼不躲起來嘞？看，這就是他們的父母，剛才一直在旁邊着急的大叫嘞。哎，把它放到這一片竹林裡面去，這樣就安全很多。每一窩小鳥裡面總有那麼1到2隻比較笨，所以說它們基本上成活率很低。我們適當的輔助它們一下，下次別讓我遇到你了啊！走你，還是可以飛的哦。看，站在樹枝上，只要它們站到樹枝上，那基本上就算是比較安全的。然後母鳥再餵它們2天，它們的飛行能力就會越來越強，基本上就安全了。這一片竹林每年都會有紅嘴藍鵲築巢，聽一下，他們的父母已經在召喚他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們只能幫到這裡了，祝他們好運。就這個天，你們幫我分析一下，還會不會繼續下雨？這一次暴雨已經下了3、4天了，靠近河邊的莊稼很多都被淹了。今天早上還下了幾個小時，現在雨終於停了。把這個該死的鴿子放出來玩一下，關了差不多有10天吧，也該出來活動一下了。出來之後第一時間就趕緊搞社交，可惜這一只魔術鴿對他一點興趣都沒有。好幾天沒出現的伯勞又過來了，
我說周邊的鳥怎麼都在報警，這小麻雀嘰嘰喳喳的叫個不停，畢竟管道裡面還有他們的孩子。這幾天下暴雨我也沒注意，今天才發現这樹上的柿子被利云贼被偷走了好多啊，這個家伙正在吃嘞。反正也沒有下雨，就把這幾個家伙也放了，因為前幾天的暴雨實在是下太猛了，所以就把這3個家伙給關了幾天，畢竟他們還沒有野外生存的能力。關了幾天他們可着急了，尾巴也撞斷了，鼻子也撞破了，所以說啊，他們還是向往自由自在的。這個家伙大家還記得嗎？當時也是連續下好幾天暴雨，別人發現它了，那時候還小，告訴我之後我把它救回來了，現在都這麼大了，不過總是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。它的飛行能力和另外2隻相比還是差多了，預計放生會稍微晚一點。它的胃口也特別好，也不瘦，就是毛色不好，大概率和食譜有關，因為和另外2隻餵的是一樣的。先給它整一口西紅柿，其實它們主要還是喜歡吃水果，冬季的時候一群一群的，喜歡偷吃別人的菜，破壞力也是相當強的。剛才一直嘰嘰喳喳的叫個不停，這一會兒吃了點東西，瞬間安靜了。餵飽之後讓它自己在外面溜達，適應一下環境。如果你有時間也可以去吃柿子哦，你的同類都在上面。再給大家看一下另外2隻，放出来就上樹頂了。他們2個的飛行能力是比較強的。這花瓣能吃嗎？被它吞了。另外一隻在這裡。他們2個再有半個月左右，應該就可以不用管了。目前來說，每天還是要給他們投餵食物，不然的話他們吃不飽，因為他們尋找食物的能力目前來說還是比較有限的。我剛把吃的帶出來，他們2個瞬間就飛下來了。有一隻還等着我餵它的，想得真美，都不願意自己吃，都自己吃了一點點，但是肯定沒吃飽，都可以走了，自己出去鍛鍊吧。時不時的我還要出來看他們一下。門口有一只伯勞，危險係數很高，把他們抓走真的是分分鐘的事兒，他們一點反抗的餘地都沒有。這就是弱肉強食。全部都上樹了，祝你們好運。這裡還有一只，這個伯勞還在這裡呀，你小子注意一點啊，這家伙要多多照顧一下，就是個造糞機，這一會兒又餓了。然後如果伯勞要抓他的話，他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。另外2隻前幾天把他們關起來，主要也是因為他們自己主動飛到家裡面去了，雨下太大了，所以就關了幾天。你又飛過來幹啥呀？沒吃飽嗎？沒吃飽我也不管你哦，自己去玩。一天不能總指望我給吃的，是吧？